家族3代男人都是杀人犯，2起失踪案揭开一个家族对杀戮的热爱，从爷爷老爸再到孙子，全都犯下令人毛骨悚然的暴行。而且神奇的是，他们没有生活在一起，但都无一例外成了杀人犯。到底是邪恶基因在作妖呢，还是后天环境给带偏了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——阿什利绑架案。2002年1月9号，这一天呢，12岁的阿什利被妹妹给叫醒了。吃过早餐，她跟妈妈洛丽挥挥手就出门赶校车去了。可这小姑娘既没去学校，也没去上舞蹈课，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消失了。母亲洛丽在家里等着女儿打电话让她去接，结果左等右等，就是等不来女儿的电话。几个小时后，洛丽慌了，给学校和舞蹈班打电话，可得到的答复就像一盆冷水浇在头上，阿什利根本就没有出现。洛丽急得不行，只能赶紧报警。一开始呢，警察也没有太紧张，推测阿什利可能是离家出走了。毕竟嘛，青春期的孩子时不时会搞出点让人意外的事儿。可他们搜查了阿什利的房间，发现他那些心爱的东西都整整齐齐地摆在那儿。警员这下觉得不对劲了，一个12岁的孩子要是离家出走，怎么可能不带走一件自己喜欢的东西呢？为了找到阿什利，他家人跑到大街上发传单。与此同时呢，调查人员也在追查阿什利的最后行踪。一番调查后，确定阿什利最后出现的地点是公寓大楼。那他到底有没有去公交车站呢？这就成了一个谜。警方询问了校车上的孩子后推断，失踪事件很可能就发生在阿什利从公寓大楼去公交车站的这段路上。这个车站在公寓大楼后面的山上，那片树林是去车站的捷径。不过呢，阿什利失踪那天到底有没有走这条捷径，谁也不知道。警方找了好多天，一点线索都没有。这时候警方就开始怀疑阿什利可能是被绑架了，甚至有可能已经遭遇了不测。阿什利家庭背景很复杂，他妈洛丽16岁就生下了他，后来又嫁给高中恋人大卫。接着阿什利有了弟弟妹妹。小时候阿什利挺开朗的，还是学校舞蹈队的积极分子。可在阿什利9岁左右的时候，他爸妈闹离婚，而且闹得很难看。为了少付点抚养费，大卫爆出个惊天秘密，说自己不是阿什利亲爹，他亲爹是个叫韦斯利的男人。阿什利试着接受这个现实，还经常去看亲爹，想弥补一下过去。但好景不长，2000年底，阿什利跟妈妈和妹妹说，亲爹对他动手动脚的。后来在妈妈的支持下，他起诉了生父韦斯利。可这家伙和他的律师把阿什利描绘成一个爱撒谎的问题少女，结果呢，他就只受到了6个月的缓刑和禁止接触令这种轻微的惩罚。洛丽呢就坚信韦斯利跟女儿的失踪脱不了干系，就向警方报告了这个事儿。警察找他了解情况，他倒也不藏着掖着，马上就承认了虐待女儿的事实。不过呢，他给出了一个不在场证明。他跟警员说，阿什利失踪那天，他跟他父亲在餐馆吃早餐，接着2人一起修卡车，一直弄到下午。他父亲也证实了这个说法，那他的嫌疑就暂时被排除了。接着警方就把目光转向了阿什利的妈妈洛丽。这一查呢，发现洛丽也不是个称职的母亲，曾经多次被指控忽视孩子，酗酒也是家常便饭。她经常把孩子锁在门外面，从01年到02年，执法部门多次因为育儿问题找上门。阿什利和他的关系也很紧张，在阿什利失踪前，曾向朋友和老师倾诉，说被一个朋友的爸爸猥亵了。老师把这件事报告上去了，可洛丽对此没有采取任何干预措施。有一份报告明确指出，在母亲的照料下，孩子们得到的照顾也就是勉强达标。不过呢，他通过了测谎，也被排除了嫌疑。阿什利的家人一个个都被排除嫌疑，这调查呢就停止了。可就在这节骨眼上，阿什利的好友米兰达也失踪了。她是阿什利的闺蜜，也是邻居，2人年纪差不多，经历也很相似。米兰达出生在1988年，她出生的时候父母是已婚状态，可同样受到亲生父亲的虐待。米兰达6岁的时候，她爸因为绑架2个女孩被判刑，接着父母就离婚了。他妈后来找的对象也不是什么好人。2002年3月8号早上，米兰达从家里出门，同样是在赶校车的路上失踪了。米兰达和阿什利的失踪很相似，警方也怀疑这2起案件没准是同一个人干的。在社区里的人都慌了，都怕自己的孩子成为下一个受害者。警方几乎是展开了地毯式搜索，又是拦截车辆，又是询问当地居民。
有一所房子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因为这房子正好在阿什利和米兰达去车站的必经之路上。房子的租客叫沃德维弗，从1997年8月就租住在这里了。他12岁的女儿马洛里、19岁的儿子弗朗西斯，还有他的女友都住在这儿。马洛里和阿什里·米兰达在同一所学校，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，经常一起玩。马洛里在学校里很受欢迎，原因是他家后院宽敞，同学都能去玩，还能吃上各种零食。沃德维弗对孩子们也是非常热情，甚至还让他们在家里过夜。孩子们都觉得他是镇上那个最酷的爸爸。因为沃德维夫家位置特殊，调查人员就决定去看一下。面对警方，他表现得挺配合。他承认米兰达和阿什里之前都来过他家，不过他觉得阿什里是个问题少女，是他自己跑出去的。至于米兰达呢，他就闭口不谈。沃德虽然不是嫌疑人，但他同意调查人员进入他家，还邀请警员查看房子和后院，但最终呢，没有任何发现。沃德还给出个不在场证明，说那2天在上班，还拿出了考勤卡。后来警方从学校的小道消息里得到一条关键信息，原来在2001年8月，也就是阿什里失踪前，他曾指控沃德维弗对他性骚扰，从那以后就再也不去他家了。可他的那些朋友，包括沃德的女儿马洛里，都不相信他的话。当时就只有米兰达支持阿什里，虽然这个指控报告给了相关部门，可根本没有人当回事儿，也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。警方进一步了解到，在米兰达失踪前几周，他警告过几个朋友别再去沃德维夫家，暗示这个男人很危险。不过呢，这仅仅是个开始。调查人员深挖沃德维夫的背景后，发现了更多不为人知的事情。沃德维弗呢，1963年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，他母亲叫翠西，父亲是沃德维弗2世。他4岁左右，父亲就抛弃了家庭，他和弟弟妹妹只能跟母亲相依为命。父母刚分开没多久，母亲又找了第2任老公，那家伙是个酒鬼，经常打骂孩子。沃德从小就有点反社会，总对弟弟妹妹拳打脚踢，对动物也特别残忍，就像是在模仿他的父亲，专挑比他弱小的欺负。1981年，沃德高中一毕业就参加了海军预备役，结果第2年就因为酗酒问题被开除。在他短暂的海军生涯里呢，认识了妻子玛利亚。后来他俩搬进了沃德母亲和继父的家。这时候玛利亚已经怀孕了，可他们夫妻关系并不好。玛利亚怀孕5个月的时候还被家暴到住院，他们的矛盾就没有停过，甚至通过殴打孩子来发泄情绪。后来儿童保护机构介入，把孩子从这乌烟瘴气的环境里暂时带走了。这段时间呢，沃德就想着联系一下自己的亲生父亲，结果一查，他父亲竟然是个杀人犯，还正好因为杀人在受审。他在加利福尼亚州把一个18岁的空军新兵和人家23岁的女友给杀了，还把尸体埋在自家的后院。1984年底直接被判处了死刑。知道这事儿后，沃德就好像基因被激活了，出去喝酒的时候无缘无故攻击10几岁的小女孩，结果被判刑3年。出狱后没多久，老婆就跟他离了婚。1997年，沃德又谈了个女友，他带着女友、儿子还有女儿搬到俄勒冈州，成了阿什里和米兰达的邻居。2002年5月，沃德被邀请去测谎，结果呢没有通过。但除了测谎结果，警方也没有其他证据。这测谎本身呢也不顶用，只是一种辅助调查的手段，法庭是不接受的。但沃德因为这次测谎结果成为了主要嫌疑人。为此呢，沃德就很恼火，为了摆脱嫌疑，他在2002年7月3号把记者请来采访，还让媒体呢进入他家。They are hassling my family, my friends. They are saying that I am the number one suspect. 当记者问他为什么没有通过测谎，他把这事儿就怪到警方头上，说警方无能，还放话不再跟执法部门合作。被问到对女孩们的事儿怎么看，他说不相信2人都被绑架了。记者临走前提议参观一下他的房子，暗示他要是心里没有鬼，那应该就没有问题。沃德也不怂，从自己卧室开始介绍。他描述了他女儿和朋友们的睡衣派对。You could not walk anywhere in my front room without stepping on a body. 参观完房子内部，他们又走到外面，跟记者悠哉悠哉地走在后院。眼看沃德维夫就要摆脱嫌疑了，没想到转折又来了。2002年8月13号，警局接到一通求助电话，打电话的女人是沃德维夫儿子的女朋友。沃德维夫趁儿子不在家，竟然想侵犯儿子的女朋友。万幸的是他逃出来了，在附近便利店打了报警电话。
警察赶到他家的时候，沃德维夫已经跑了。不过几个小时后他就被逮捕了。这期间呢，警方又接到沃德维夫儿子弗朗西斯打来的电话，他说那些失踪的女孩都被他老爸绑架并且杀害了，还说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我会指证我的父亲。很明显啊，沃德维夫的所作所为彻底把儿子给激怒了。弗朗西斯的举报很关键，让警方顺利拿到了搜查令。不过呢，弗朗西斯也很纠结呀，因为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己的亲爹嘛。可后来调查人员告诉他，他根本就不是沃德维夫的亲儿子，是他老妈外遇生的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他如释重负，毕竟谁也不想有个杀人犯父亲。后来警方在沃德维夫家找到了阿什利和米兰达的尸体，一具在后院棚子里，另一具在混凝土地板里，就是之前记者采访时走在上面的位置。和警方推断的一致，两个女孩都是去车站途中被诱骗到沃德维夫家。他儿子弗朗西斯呢，是后来父亲喝醉了说出了真相，才有了后面的举报。2004年，沃德维夫为避免死刑，对严重谋杀指控认罪，被判处终身监禁，不得假释。10年后，他儿子，准确来说是继子弗朗西斯，在一场毒品交易中致人死亡，也被判处终身监禁。他们家3代人都出了杀人犯，都蹲在监狱里。严格来说，他们受环境影响挺大的。前面没有细说哈。沃德维夫他母亲是个妓女，他父亲是个嫖客，两人在交易中认识。他母亲还特别厌男，小时候经常把他咬到流血，还总说男人就应该被阉割。弗朗西斯呢，也是童年过得比较混乱，经常被虐待，而且他是母亲外遇生的孩子。这一切呢，都能侧面证明他们家更多是受环境的荼毒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案件所有内容，感谢关注、评论、点赞，我们下期见。